喧嚣之外的留白，谭健次与歌手2026的双向错过2026年的盛夏，华语乐坛的聚光灯再次毫无悬念地打在了歌手的直播舞台上。在这个以极致 vocal 和高压竞演为卖点的顶级音综里，每一位登台的歌手都仿佛在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然而，在铺天盖地的热搜与讨论中，一个在影视与音乐双轨上都极具号召力的名字，却 conspicuously 意为显眼的，此处直反常的缺席了。谭健次外界不乏猜测与惋惜。有人疑惑，以他扎实的唱跳功底和近年来在各大舞台上的惊艳表现，为何会错过这个证明实力、收割流量的绝佳跳板？但如果我们拨开娱乐圈唯流量论的表层逻辑，深入审视谭健次在2026年的生命轨迹与内心秩序，便会发现，这根本不是一次被动的落选，而是一场极其清醒、主动的退场。他用缺席歌手2026的决定，向外界宣告了一个成熟艺人在面对名利场时的自我坚守，拒绝被切割的时间。在满与空之间寻找平衡，要理解谭健次的缺席，首先要理解他2026年那令人啧舌的饱和度。在娱乐圈，艺人的时间是被切割成碎片的，但谭健次在2026年却试图用整块的时间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宏大叙事。首先是那场酝酿已久、承载着无数期待的巡回演唱会。2026年6月，谭健次工作室发布了一则措辞严厉的声明，打假了第三方擅自以谭健次2026巡回演唱会名义进行的招商活动。这则看似常规的维权声明，实则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巡演不仅板上钉钉，而且正处于极其核心、严密的筹备期。粉丝们心照不宣，在超话里用多见一次这个充满温情的名字来呼唤这场相聚。一场顶级的个人巡回演唱会，绝不是几场简单的拼盘演出。它意味着从零开始的舞台概念设计，长达数月的歌单编排与舞蹈排练，与顶级乐队的反复磨合，以及对灯光、舞美等视觉呈现的极致死磕。这种需要沉浸式投入的重工业音乐项目，与歌手那种每周一次高压直播、快速消耗精力的竞演模式，在底层逻辑上是完全互斥的。谭健次无法也不愿在筹备自己音乐世界的同时，去别人的竞技场上疲于奔命。与此同时，他的演员身份也在2026年迎来了新的爆发。7月份，他主演的新剧正处于热播与密集宣传期。从偶像剧的破圈到正剧的沉淀，谭健次在影视赛道上的每一步都走得极为扎实。剧组的生活是封闭且高强度的，他需要在角色的灵魂与自我的抽离之间反复横跳。当他在片场为了一个镜头死磕到深夜时，自然无法分身去适应音综那套严苛的彩排与直播时间表。此外，作为 Roger Vivier 的全球品牌代言人，他的商业价值在2026年达到了新的高度。7月29日，他释出的七夕限定法式沙龙光影大片，不仅展现了极高的时尚完成度，更伴随着品牌全球推广周期的深度配合。顶级奢侈品的代言，要求艺人在特定的时间节点，如七夕、圣诞，保持高度的曝光与完美的形象管理。这与歌手长达数月、充满未知风险的录制周期，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当期冲突舞台的两种哲学，竞技场的快与创作者的慢。如果说当期冲突是客观的物理壁垒，那么谭健次对舞台艺术的底层哲学，则是他拒绝歌手的主观心理防线。歌手是一个怎样的舞台？它是一个极致的竞技场。在这里，歌手们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改编他人的作品，在巨大的直播压力下展现声乐技巧，用短短几分钟去征服现场500位大众评审。他要求的是极致的爆发力、临场应变能力和对炸场效果的精准计算。但谭健次对舞台的理解早已超越了竞技的范畴。作为初代男团 Mike 的成员，他经历过最严苛的唱跳训练，在追光吧和天赐的声音中，他也早已证明了自己驾驭多种曲风，在竞技舞台上拿高分的能力。他完全具备在歌手生存的硬实力，但他更看重的是创造一个完整的舞台世界。他曾对粉丝许下过一句重若千钧的承诺：我会对作品重重把关，不管是影视还是音乐，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更不会辜负我自己。这句话是他艺术生涯的定海神针。他追求的内外兼修是不允许自己的作品出现任何妥协的。在歌手的赛制下，歌手往往只能呈现一首经过改编的翻唱作品。但对于一个有着强烈个人表达欲的唱作型、唱跳型艺人来说，他更渴望呈现的是属于自己的完整概念，属于自己的原创音乐，以及经过千锤百炼的个人专属舞台。他不愿意在比赛的裹挟下去临时拼凑一个为了竞技而竞技的安全牌。他宁愿花1年的时间去打磨一场属于自己的演唱会，让每一个走位、每一束灯光、
每一句和声都完全契合自己的艺术审美，也不愿在别人的规则里做一个完美的答题者，凝视深渊的清醒，对爆红的恐惧与对失控的拒绝。在探讨檀健次的选择时，我们无法回避他内心深处那种近乎残酷的自我审视。在一个人人渴望一夜爆红的娱乐圈，檀健次却对爆这个字充满了警惕。他曾公开坦言，别爆了，这个爆这个词儿真的太吓人了。我从来没想过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所谓的爆的艺人，顶流，我希望自己是一个有口碑的艺人。这种清醒，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甚至有些反直觉。为什么他会觉得爆很吓人？因为爆意味着巨大的、不可控的流量涌入，意味着私生活的被剥夺，意味着外界期望值的无限拔高，更意味着自我节奏的彻底失控。檀健次是一个有着严重完美主义倾向的人。他在访谈中曾流露过极其脆弱的内心独白，这么多年来不能接受自己的缺点和失控，已经不知道真实的自己是什么样。这种对失控的恐惧，让他对任何可能加剧身心消耗的项目都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歌手的直播赛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将艺人置于失控边缘的极端测试，没有修音，没有重来，每一秒都在被放大审视。对于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时刻紧绷着神经，要求自己完美的檀健次来说，这种赛制不仅是体力的透支，更是精神的凌迟。他的粉丝小炭火们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疲惫与紧绷。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粉丝们最常对他说的话不是你要多上综艺，而是唯一要改变的是不要再透支，无论任何原因。檀健次听进去了，他选择在2026年这个事业上升期主动做减法，推掉歌手这样的高曝光项目，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自我保护。他需要保留足够的心理能量和生理健康，去支撑他那些真正热爱的、需要长期主义去浇灌的作品。他拒绝被综艺的短期流量透支，是为了在更长远的艺术生命里保持对创作的敏锐与热情迎合相遇的默契，一种成熟的双向奔赴。檀健次敢于做出这种逆流量的选择，底气不仅来自于他自身的实力，更来自于他与粉丝之间建立的一种极其罕见、健康的共生关系。在饭圈文化日益极化，粉丝常常以数据和曝光来绑架艺人发展的今天，檀健次与他的粉丝之间却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松弛感与深度理解。当他没有参加歌手时，粉丝群体中没有抱怨，没有工作室不作为的指责，反而在与檀健次在银河相遇吧的话题下，营造出一种温暖而坚定的陪伴氛围。银河相遇，这是一个极具诗意和哲学意味的隐喻。它意味着他们不是紧紧捆绑、互相消耗的藤蔓，而是各自在宇宙中运行，却又因引力而相互辉映的星体。粉丝们理解他兼顾演员与舞台的辛苦，心疼他长久坚持、从来没有松懈的执着。他们知道，檀健次不需要靠一档综艺来证明什么，他只需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走向他心中的那座艺术殿堂。这种双向的信任是檀健次最大的铠甲，因为有这样一群懂他、护他、不逼迫他的粉丝在身后，他才能毫无顾忌地拒绝外界的裹挟，安心地在剧组里打磨演技，在排练室里挥洒汗水，在演唱会的筹备中死磕每一个细节。他不需要用歌手的排名来向粉丝交差，因为他知道，只要他拿出重重把关的好作品，粉丝们就一定会在终点为他鼓掌，在留白处听见最震耳欲聋的回声。回到最初的问题，檀健次为什么没有参加歌手2026？答案其实早已写在2026年他走过的每一步里。不是因为资格不够，不是因为邀约不至，而是因为他已经走到了一个不需要用竞技来证明自己的阶段。他用缺席歌手的留白，填满了自己巡演的舞台，填满了影视剧的镜头，填满了对自我内心的深度探索。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理性的我与真实的我的完美组合体。理性让他能够在纷繁复杂的诱惑中看清主次，果断舍弃那些看似光鲜实则透支的短期利益。真实让他能够直面内心的恐惧与完美主义，保护好自己的创作初心。在这个喧嚣的娱乐圈里，敢于站上舞台中央需要勇气，但敢于在万众瞩目时选择转身，去构建属于自己的宇宙，则需要更大的智慧。檀健次没有去歌手的直播现场，但他却在2026年的每一个日子里，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完成了一场场更加精彩、更加震撼的直播。正如他和粉丝所坚信的那样，无论他是否出现在某档特定的综艺里，只要他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敬畏与真诚，只要他还在为了那些重重把关的作品而全力以赴，那么在浩瀚的银河中，他们终会相遇。而那一刻的星光，必将比任何一次竞演的灯光都要璀璨，都要长久。